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这句话你一定听过。丢了一匹马，邻居都来安慰，老人却说这说不定是好事。过些日子，那匹马带着一群胡人的驯马回来了，邻居又来道贺，老人却说这说不定是祸。果然，儿子太爱骑那些好马，一次摔下来断了腿。可正因为断了腿，不久战争爆发，全村的青壮年都被征去打仗，十有八九战死沙场。他儿子却因为腿伤留在家中，保住了一条命。福里藏着祸，祸里藏着福。好事坏事从来没有你当下以为的那么绝对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这辈子最焦虑的就是眼前这件事到底是好是坏？升迁、分手、生病、破财、错过一班车。当下看像天塌下来，多年以后回头才知道，那不过是命运给你拐的一个弯儿。这个把福祸相依讲进骨子里的故事，最早的出处不是什么心灵鸡汤，而是一部2100年前的奇书。它出自西汉淮南王刘安门下，由几千位门客集体编成的《淮南子》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读完这部藏着塞翁失马、女娲补天、后羿射日的智慧奇书《淮南子》。先说这本书和写书的人。《淮南子》，西汉淮南王刘安主编，成书大约在西元前139年。刘安把它献给了自己的宅孙，当朝的汉武帝。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，封在淮南，是个不爱打猎、只爱读书写文章的王。他招两门下数千宾客和方术之士，其中最有名的8位，后世称为八公。由这一大批人分工编写，刘安总老其成，才写出了这部大书。它本来的名字叫《宏烈》，宏是大，烈是明，意思是一部兼明大道的光明之书，气魄很大。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归属于哪一家，它以道家的道为根本骨架，却把儒家、墨家、法家、阴阳家、兵家的说法通通吸收进来，天文、地理、政治、养生、神话、寓言无所不包，所以后人把它归为杂家的集大成之作。但你千万别被杂这个字骗了，它不是东拼西辍，而是想用一套顺应自然、因时而变的道家智慧，把天下的道理收拢成一个整体。而全书最好看、最好懂的，恰恰是它藏在各篇里的那些神话和寓言。塞翁失马，女娲补天，后羿射日，共工怒触不周山。很多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故事，源头都在这里。我们先回到开场那个故事，看淮南子到底想告诉你什么。这个故事出在人间训，刘安一开篇就把话说在前头。夫祸福之转而相生，其变难见也。祸与福互相转化，彼此滋生，那个变化的分寸太细微，根本看不清楚。接着他讲塞翁，住在边塞的一位老人，家里的马无缘无故跑进了胡人的地界，邻居都来安慰他，老人却说：此何惧不为福乎？你怎么知道这不会是一件好事呢？几个月后，那匹马果然带回了一群好马，邻居来贺喜，老人又说：这怎么知道不会变成灾祸？家里多了好马，儿子爱骑，一次摔下来断了腿。邻居来慰问，老人依旧那句话：这怎么知道不是福？1年后，胡人大举入侵，村里的壮丁全被征去打仗，死了9/10，唯独他儿子因为早先断了腿留在家中，父子平安。刘安用这个故事把一句最重的话砸了下来：福之为祸，祸之为福，化不可及，深不可测也。福会变成祸，祸会变成福，这种变化没有尽头，深得没法测量。它不是要你认命，而是提醒你别在一时的得失里把自己逼到绝路。好事别得意忘形，坏事也别急着跳楼。第二个故事比塞翁失马更古老、更壮阔。女娲补天，
出在览明郡。刘安写道：往古之时，四极废，九州裂，天不肩负，地不周在。远古的时候，撑着天地的4根柱子塌了，大地裂成几块，天盖不全，地载不住，整个世界的秩序全崩了。他接着描写那场浩劫，大火骚个不停，洪水喊烂不退，凶猛的野兽吃人，凶恶的大虬抓走老弱。就在天地要毁的关头，女娲站了出来，她炼出5色石，一块一块把塌陷的苍天补起来。她斩下巨龟的4只脚，撑起倒下的四方。她杀掉作乱的黑龙，用狼灰堵住滔天的洪水。天补好了，四方立稳了，洪水退了，猛兽服了，林间才重新安定下来。你仔细想，女娲补的哪里只是天？她补的其实是一个崩坏的秩序，一份几乎没人扛得起的责任。刘安写女娲不是在讲神怪，而是在讲一种担当。当一个世界的秩序整个崩坏，抱怨、哭喊、逃跑都没有用，总得有人不问代价，挺身把它一块一块补回来。神话里最动人的，从来不是天塌，而是天塌之后还有人愿意抬起头去补那一片天。放到今天，一个团队烂了，一个家散了，一件事砸了，最缺的往往不是指责的人，而是那个肯弯下腰把碎掉的东西一片一片重新拼起来的人。那就是每个人心里都住着的女娲。第3个故事，你小时候一定听过。后羿射日，出在本经训。刘安写道：逮至尧之时，10日并出，交禾稼，杀草木，而民无所食。到了尧的时代，天上竟然同时出现10个太阳，把庄稼烤焦，把草木晒死，百姓连饭都没得吃。不止如此，各种吃人的猛兽、害人的凶禽也趁势出来作乱，天下大乱。尧于是派出神射手羿，让他上射天上的烈日，下除地上的恶兽。羿张弓搭箭，一连射下9个太阳，只留下1个，让大地重新有了白天黑夜，有了收成，又替百姓除掉那些危害的猛兽。万民欢呼，把尧奉为天子。这个故事表面是神话，骨子里却是一则政治预言。10个太阳一起晒，不去天恩是灾难。资源再好，过了头就成了祸。权力再大，失了节制，就会把大地烧成焦土。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个制造烈日的，而是那个敢把多余的9个太阳射下来，把失控的世界重新拉回平衡的人。你看职场，看时代，都是一样的道理。机会太多会让人焦虑，选择太多会让人妒损，欲望太多会把人骚甜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缺的不是再多一个太阳，而是敢把多余的那几个射下来的勇气。过犹不及，这就是淮南子藏在射日神话里的一句冷静提醒。讲完3个大神话，我们看淮南子怎么把故事变成道理。全书有一篇叫《道应君》，题例非常有意思。他每讲完一个历史小故事，末尾就引一句老子的话来点题。故事是事，老子那句话是理，一事配一理，让你看得见也想得通。比方他讲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以弱胜强，最后引老子那句：柔之胜刚也，弱之胜强也，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。柔能胜过刚，弱能胜过强，这个道理天下没有人不知道，可就是没有人真正做得到。这句话戳得很准，我们都懂以柔克刚，都懂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可一到真事上，还是忍不住硬碰硬，争那一时之气。淮南子的高明就在他不跟你讲空道理，而是先给你一个活生生的故事，让你在故事里亲眼看见那句话是怎么在人身上印证的。道理光是背得出来没用，要在世上见过、疼过，才会真正变成你的。道应训的分量就在这里，道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话，是要拿到人与事上去印证的。淮南子里还藏着许多这样的金句，越品越有味道。原道训里有一句，我特别想送给每一个总觉得以后再说的人：圣人不贵尺之璧，而重寸之阴。真正通透的人，不看重那一块1尺见方的美玉，
反而珍惜每一寸光阴。为什么？因为玉璧再贵，丢了还能再买；时间再不起眼，过了就永远回不来。一块赤壁和一寸光阴摆在你面前，多数人伸手去抢玉，圣人抢的却是时间。刘安活在2100年前，就已经把话说得这么透。你这一生最值钱的东西，不是存款，不是房子，而是你还剩下的正在一分一秒流走的时间。我们拼了命去囤积看得见的财富，却对看不见的时间毫不心疼。滑手机滑掉一个下午，在懊恼和空等里耗掉一整年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更残忍的是，玉丢了你会心疼，会四处去找，会懊恼大半天。可时间流走了，你却常常连它从指缝溜过都没有察觉。等到某一天猛然回头，才发现1年、5年、10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不见了。淮南子这句话像一记闷棍，敲在每个反正还有明天的人头上。你舍得为一块玉讨价还价半天，怎么就舍得把一整段活生生的人生随手扔掉？爱看一句出在《说山训》，讲的是一种顶级的观察力。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，看见一片叶子落下，就知道1年快要到头了。紧接着刘安还补一句，看见瓶子里的水结成了冰，就知道天下已经进入严寒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见微知著、一叶知秋的源头。一片叶子当然不等于整个秋天，可它是秋天派来的第一个信差。一块薄冰也不是严冬，却是严冬递出的第一张帖子。真正厉害的人，不是等到大祸临头才手忙脚乱的反应，而是在一片落叶、一丝寒意、一个小小的征兆里，就提前读出整个大势的走向，早早替自己留好退路。这种本事用在看人上，是从一个人待人接物的小节判断他值不值得深交；用在做事上，是从行业里一个不起眼的变化嗅出风向要转了；用在自己身上，是身体刚冒出一点小毛病，关系刚出现一丝裂痕，就懂得赶快去修。你要记得，福祸都不是一天长成的，他们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从一片落叶、一句闲话、一个小习惯里悄悄给你发过信号，就看你有没有那一双见一叶而知秋的眼睛。读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塞翁失马、女娲、后羿、习时、知秋，这些看似散开的故事到底被什么串在一起？答案就是淮南子最核心的2个字：顺与变。刘安和他的门客相信，天地万物都在流转变化之中，福会转祸，祸会转福，盛极必衰，绝处也能逢生。聪明人不会跟大势硬碰，而是看清时势，顺应自然，因时而变，该进则进，该退则退，该柔则柔。这一套以不变的道去面对万变的事的智慧，贯穿了整部书。可是说到这里，李史却开了刘安一个很大的玩笑。这位把福祸相依、盛衰无常写得最透彻的人，自己偏偏没能躲过命运那个弯儿。晚年他卷入了谋反的疑云，事情败露，被迫自尽，淮南国也被废除。一个写尽了祸福无常的人，最后竟栽罪自己没能看破的那一念痊愈上。这听起来很讽刺，却也格外真实。把道理讲得最透的人，未必就是活得最通的人。这反而让淮南子多了一层沉重的分量。道理，刘安写的比谁都明白，可是知道和做到，这中间隔着的，往往就是一整条人命的距离。所以读这本书，别只把它当故事听，更要拿它回头照一照自己。你我口口声声懂的那些道理，真到了关口，又做到了几分？那么2100年后的我们，为什么还要读淮南子？因为他讲的恰恰是在不确定的年代里，怎么把日子过得稳。第一课是塞翁失马的心态，眼前这件事到底是福是祸，往往要很久以后才会揭晓。所以顺境别狂，逆境别崩，把心放宽，把眼光放远。第二课是女娲和后羿的担当。
世界会崩，太阳会过剩，总得有人站出来补天，有人敢把多余的烈日射下来。别总是等着别人来救，你也可以是那个补天的人。第3课是柔弱胜刚强的身段。真正的强不是处处都要赢，而是懂得在该低头的时候低头，在该迂回的时候迂回。第4课是惜时与知秋的清醒。珍惜每一寸正在流走的光阴，也留一双能从一片落叶里读出大事的眼睛。你看，2000年前那一批门客，早就把人该怎么面对无常这件事替我们认真想过一遍了。我们有了手机，有了人工智慧，可我们照样会为一时的得失睡不着，照样会在顺境里飘，在逆境里崩。经典之所以是经典，就是因为换了时代，换了工具，人心里最深的那几道难题其实一点都没有变。而淮南子早就替我们把答案藏在那些老故事里了。20分钟快到了，淮南子留给今天最重要的一课，我想收在最开头那匹马身上。福和祸从来不是两件事，而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。你以为的坏事，可能正在为你挡掉一场更大的灾；你以为的好运，也可能悄悄埋下日后的伏笔。所以，得意的时候留3分清醒，因为好运里可能正埋着伏笔；失意的时候留3分盼望，因为坏事说不定正替你挡着更大的灾。别在一时的涨跌里赌上一生的心情，也别用当下这一格的画面去给整部电影下结论。把眼光拉长，把心放宽，顺势而为，因时而变。这就是这部奇书穿越2100年最想拍拍你肩膀轻轻说的一句话。如果这趟旅程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我们要读一部字数极少，分量却极重的谋略奇书。据说张良就是靠他扶晋扶邦，打下了汉家天下。黄石公的素书。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塞翁失马、女娲补天、后羿射日这3个故事，哪一个最戳中此刻的你？我们下集见。